哎，这名不许做总裁，你个混蛋敢这么对！再去，你非要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吗？这是医院，不是你家客厅。我好歹是集团总裁，你让我把面子往哪放？以后在公司我会怎么树立威信，怎么管理下属？威信、面子，你在跟我聊这些？你以为闹成这样，我还能过得下去？我告诉你，你再继续胡搅蛮缠、不识大体，我们就离，就离婚。离，赶紧离，这样我才能成为名正言顺的顾太太。离婚？好啊，你净身出户。净身出户？孙总裁废止没多久，公司财政大权还在他手里。不行不行，小区的别墅，我的别墅还没过户呢，不能离。说什么呢你？这是你媳妇儿，赶紧给西月道歉。西月呀，你别听他胡说，他肯定是被那狐狸精气晕了，说的都是气话。你才是我的亲儿媳妇呢。啊，西月，误会啊，全都是误会。我关照苏心柔，完全是为了合作上的口碑和业务，绝对没有半点私心呢。没有半点私心。好啊，把他丢出去，别脏了医院的地。言琛怎么可能会听你的，是吧？言琛，哼，穿的人模狗样的，原来是个空架子。这种人我见过了，自己做散装上的人。江西月，我跟你没完！西月啊，你别往心里去，这男人他在外面应酬，总是要顾全大局的。其实啊，言琛的心里最重要的还是你和寻寻呢。顾寻家属，孩子醒了。谁让你提离婚的？别墅和金条还没到手呢。我只想吓唬吓唬他，谁知道他这么缺？别犊子东西！寻寻他不能没有爸爸，咱们一家人还像以前那样和和睦睦的，好吗？你靠我施舍拖来的富贵日子到底。顾言琛，我为你，为这个家付出了所有，你却拿着我的钱去养小三和私生子。SX2，苏心柔，顾言琛，你让我带着刻有他名字的戒指，演了这么多年的恩爱夫妻。顾言琛，你挥霍我的钱，践踏我的感情，你差点要了我女儿的命，要你一分一毫，百倍千倍的吐出来。第一，立即冻结顾言琛在明珠集团以及其所有关联公司的一切权限、账户和人脉。第二，彻底清查顾言琛所有经手的账户，重点追查异常资金走向。第三，通知董事会，明珠集团唯一真正的董事长江西月正式回来。这都
几点了？江馨予他人呢？这早饭他做不做了？估计还在为昨天的事闹脾气吧。妈，别急，女人嘛，哄几天就好了。她离不开我。儿子，趁他这几天心神不宁，你赶紧的把他名下公司的股份都弄过来。明珠集团的命脉必须捏在咱们的手里。妈，你放心吧，她一个家庭主妇，懂什么股权啊？哄几句，再买几个高仿包打发她，还不是手到擒来？哎呦，妈，我说什么来着？我就知道他心里有我，他把车队喊过来送我上班了。顾总，请留步，车队只为江总服务。说什么？你看清楚我是谁？我是顾延琛，明珠集团的总裁。你干什么？不是。江总，请上车。开车。小薛，你这是什么意思啊？还在为昨天的事生气啊？开车。昨天的事，薛，混蛋，想用这种方式吓唬我？儿子，你看这儿。你的座驾已备好，慢走不送。江馨予，给我等着！骑破电动车都是抬举你了，他这是动真格的了他。你赶快救江馨予回来，要是连累了我的别墅没了，你也别认我这个妈。柔姐，顾总监您动这么大排场啊？我平时不爱这么招摇的，可是他非说，既然我来了，就得让所有人都知道谁才是这里真正的主人。柔姐，您可真厉害啊，能让顾总这么重视，以后啊，我们就指望您多照应照应了。行了，这大门没什么好看的，我带你们去里面看看吧。上个月我跟他提过，前台的大理石颜色太冷，应该换成暖色的。他说都听我的。哎，跟你们主管说一声，尽快提一个更改方案，就说是我提的。这楼里的大小事啊，延琛都要问我。这才是总裁夫人的风范，不像上次有些人还想冒充总裁夫人，丢人现眼。恭迎总裁归来。柔姐，您说话这气派，分明是来接管这个公司的呀。延琛总说我有眼光，懂管理。您的本事当总裁都绰绰有余。总裁好。江馨予这个贱人，居然抢在我前面来公司收买人心。顾太太，这小三也太不要脸了，还敢冒充您在这作威作福。姐妹们，谢谢你们为我出的主意。我本来想息事宁人的，可是他实在是太过分了。就是一个小三儿还这么嚣张，真当我们是好欺负吗？顾太太，我们可不能就这么算了，必须给他点颜色瞧瞧。走，我们一起去撕破他的假面。好，那我就去问问他，为什么要抢占我的位置，破坏我的家庭。准备一下近期的财务报表，
10分钟后，我会亲自去珠宝专柜巡视。是，总裁。那边第3展柜的射灯角度需要调整，反光影响了主石的光泽。好的，总裁。顾太太，小三在哪？今天非得撕破他那张装模作样的脸。哼，姐妹们别冲动，对付这种人，没必要跟他撕破脸。我有更好的办法，让他看清自己的实力。哟，这不是上次撞车闹事的吗？怎么来这当柜姐了？哟，这不是刚从病房里被赶出来的顾太太吗？听说你家璇璇生病挺重的呀，不知道你当柜姐的这点工资够不够医药费啊？江小姐，你要是识相的话，不如好好巴结巴结顾太太，说不定顾太太一开心，照顾照顾你生意，你也不用在这硬撑了。哼，究竟是豪门太太，还是见不得光的情妇？苏小姐，你心里应该比我清楚吧？江西月，你别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了。顾总送给顾太太的这条海洋之心项链上面的碎钻，把你整家店的项链都包下来，都绰绰有余。您说是吧，顾太太？把你店里最贵的款式拿出来，我看看有没有我能看得上眼的。如果有的话，我就当打发叫花子，少你点业绩提成，怎么样？有钱不赚那是傻子。刚好这些年你从我家拿的，连本带利都给我吐回来。别人我不放心，江小姐，你来。这设计是货色。明珠集团如今就只能摆些这种货色了吗？若是这样的话，我还看不上眼。看来这些年你从顾宠物身上吸了不少血。顾太太确实有眼光，这些的确是随意拿来给客人看看的。小李，去保险库 VIP 的星河之泪限量款，让顾太太随意挑选。是。怎么样？言琛说了，明珠集团的顶级珠宝都锁在 VIP 库里。他说以后要把钥匙交给我。他还说，心柔，只有你的气质才能镇得住这绝世珠宝。看吧，他的未来规划里啊，每一样都有我。哇塞，这一套珠宝就3000，别大惊小怪的，柔姐什么场面没见过呀？3000块有啥好惊讶的？瞧这群土鳖没见识的样。顾太太在意的从来都不是价格，而是这星河之泪，灵感来自欧洲王后对跪拜之臣的垂青。那有你这个柜员为我戴上，正合其意，寓意着你对我俯首称臣。哎呦，俯首称臣，这不是说我们都该敬着顾太太您吗？这套珠宝就算其他顾客喜欢也买不起，哪像顾太太啊，这买珠宝就像喝水一样轻松，根本就不在意价格。就是啊，要不是顾太太，我们这些普通人哪能见到这种等级的珠宝啊？苏小姐，您是否需要确认一下余额是否足够支付？你什么意思啊？你的意思是觉得我买不起这条项链？我不是这个意思。顾太太，您别动气。小李，怎么说话的？这顾太太是什么身份啊？会在意这点钱？也是，这点钱还不够我塞牙缝的。不只是这条，这条，还有那边那一排，我全都要。不是我们不信你，顾太太，只是这些珠宝啊，实在是贵重。这按照店里的规定呢，
店员需要综合评估顾客的支付能力，才能拿出来试戴。这不然啊，这什么阿猫阿狗都要求试戴珠宝，万一损坏了，我们店员承担不起这个损失的风险。你瞧不起谁呢？我不仅要买，我还要加价买。这套珠宝3000是吧？我加1倍，6000，现在就要。苏小姐，这张卡余额不足。怎么可能？刷这张6000块还能刷不出来？顾太太，您是不是误会什么了？这套珠宝是要价3000万，您刚刚说要加价购买，那就是6000万。您该不会真的以为是6000块吧？你说什么6000万？你胡说！这种假货，你敢漫天要价？我看你们这是敲诈！顾太太，您这支付不起，也不能说珠宝是假货吧？哎，顾总，您快来呀！您太太在这儿呢。哎，顾太太，您可以让顾总给您买单啊。顾总啊，您太太看上了这套珠宝，也就6000万，您就给买下来吧，就当是给太太送个礼物了。这，顾总，您这是要给哪位顾太太买单啊？西月，这么多家长在场，别把事情闹得这么难看。你也不想轩轩在幼儿园被有心人嚼舌根，被排挤吧？还想用女儿来拿捏我？好，我也让你参与一下。我就说嘛，顾总一向大方，还是明珠集团的总裁，这为博红颜一笑，6000万又算得了什么？果然，拿女儿出来就能拿捏蒋希雨。言琛，他们居然拿条假货糊弄我，还敢开价6000万，还有他，还敢嫌我没钱结账。吃豹子胆了！对尊贵的顾客这种服务态度，就这种货色，我都嫌脏。而且啊，就算是真货，我老公也买得起。砸吧，砸得越狠，这账才能落得越高。行了，这条手链我买了。博可是总裁啊，这无限额黑卡6000万不算什么，正好让江西月看看谁才是真正的画师。只买这一件，怎么能够体现顾总您的气度？不如你把我整个展柜全部包下来，赠与在场各位捧场的太太们。顾总，您说是不是？天啊，包下整个展柜送人！真的假的？顾总这手笔也太惊人了！无限额的总裁黑卡呀，对顾总来说就像吃饭喝水一样简单。顾太太，您真是好福气啊！就是，我们今天沾了顾总和顾太太的光了。行，整个柜台都给我包起来，送给这些太太了。一共是2亿1800万，请刷卡。您的黑卡已被冻结。什么？无限额黑卡刷不出钱，这总裁不会是假的吧？刚才还说包下整个展柜送给我们，这下脸丢大了。再说一遍，我是顾言琛，你有什么资格冻结我的卡？狗眼看人低，把你们经理给我叫出来！顾总，系统检测到您的卡于今晨被总部冻结，2亿1800万。您用其他方式支付吗？明珠集团的总裁，这买个珠宝还要分期吗？江西月，你非要把事做绝，
赶紧给我解露，不然，顾总还想拿什么威胁我？不过顾总啊，你面子大，今天这钱要是付不出来，以后在商圈饭局上被人说出去，多丢人啊！江西月，你疯了！这2亿多你要严琛个人付？好，很好。刷这张，我的私人账户，总行了吧？交易成功。哎呀，不愧是总裁啊，私人账户都2亿多。这下你满意了？张助理，可以进来了。顾延琛先生，我们接到10名举报，并掌握证据，你涉嫌职务侵占罪。你刚刚用于消费的账户，其中1.8亿元资金与明珠集团近3年来未挪用的6笔工程款流向完全吻合。这笔消费涉及赃款，交易将被依法冻结追回，商品暂不能交付。看来顾总拿公司的钱买的单不作数了。那么2位，这2亿1800万，你们是打算重新支付呢，还是？我们还有这颗海洋之星，延琛，你当时花2个亿拍下的，我把它抵押了，我们就有钱了。你别想用这种方式逼迫我们。拿它抵押，你确定？当然。好啊，当场验。如果是真的，我撤诉走人。这些珠宝无需你们再支付分文。可如果是假的，警察刚好也在现场。如果它是假的，我苏心柔就脱光了从这儿爬出去。好啊。您指定的海洋之心顶级款，全球独一，请查看。哇，柔姐脖子上的蓝宝石，好像还真没盒子里的颜色纯正啊。难道柔姐戴的是假的？怎么可能？这可是延琛花了2个亿给我买的。可能代购出问题了吧？苏小姐，看一个男人爱不爱你，就看他舍不舍得为你花钱。谁让你把海洋之心拿出来的？给我放回去！没有我的例子，谁也不准动。顾总，你现在可是自身难保，你还是想一想怎么跟警察解释那1.8亿赃款的事儿吧。对了，顾总，你要送给太太的这珠宝，麻烦结一下账吧。不过，如果顾太太履行承诺，脱光了从商场里爬出去的，我可以给你们免单。免单？你有什么资格免单？你只是一个家庭主妇，凭什么插手公司财务？凭什么？你说凭什么？凭他是我们集团的董事会主席，当然有资格。哦，这什么？江西月才是这里的话事人？错了，全搞错了。江小姐才是商场的老板。我们刚才，哎呀，真是糊涂了，怎么就被牵着鼻子走了？选吧，现在是付清2亿1800万，还是脱光了从这里爬出去？江总，苏小姐就是开个玩笑，你怎么能让她做这种事呢？这又不是我说的，这可是顾太太她亲口说的。再说了，我这也是为了保顾太太的颜面。这要是被人说她说话不算话，那可是坏了顾总的名声。那既然各位太太们如此体谅顾先生和顾太太，不如就帮顾总分担一下。这2个亿，每家分担下来也就千把万，对各位豪门太太来说，不过是零花钱吧。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是顾总自己说要送的。就是啊，苏小姐，脱光衣服也不算什么大事嘛。谁让你付不起钱呢？延琛，你说句话呀！
你总不能真让我屠龙从这爬出去吧？西月，别闹了！我知道你生气，我回去跟你解释。你先帮我下台，我保证以后什么都听你的，随身人我马上打发走。苏小姐，你是自己脱呢，还是我找人帮你？我的时间很宝贵的。这怎么办呀？这是。现在可以了吧？还有啊，你还想怎样？我已经脱光了。你说的是脱光爬出去，现在还没光，也还没爬。行了，这些二手货呀，跟二手男人一样，只会脏了我的地。小李，把垃圾都清理掉，别占地方。江西月，我顶着多大压力才坐上总裁的位置，可你呢？当众打我的脸，冻结我的卡，让我这个总裁在全城丢面子。算了，言琛，别跟他一个柜姐就走了。沈轩快放学了，我们开那辆限量劳斯莱斯去接他放学吧。劳斯莱斯啊，我昨晚就烧了。好得很。江西月，你以为这就完了？还没完。警察先生，关于我被人当众污蔑诽谤，以及顾言琛先生涉嫌侵占财物之事，麻烦您继续处理。顾言琛先生，请跟我们回去配合调查。好，知道了，都是误会，我跟你们走。江西月，你等着，用不了多久，就会知道今天你怎么让我走的，就得怎么求着我回来。真是扫兴！我请你们喝下午茶。老板，这后天股东大会的事都安排好了。你安排的那几位股东都已经向顾总签署支持函。很好，那就让他们再高兴2天。去，帮我拟一份离婚协议，我要让他打回原形，继续做那个一穷二白的穷小子。是。言琛，你没事吧？他们怎么肯放你？我在瑞士有一笔独立资金，早就备好了应急金，律师已经打点好一切了。江西月这次也太狠了，简直是把我们往死里踩。放心，他嚣张不了多久，而且我们不用再躲了。什么意思啊？我在进去之前就听到风声，董事会几个老股东早就对他长期隐退不满了，他们觉得女人掌权不够稳定，而且这些年是我在台前撑着局面。李总啊，是我。后天的会应该没问题了吧？放心吧，我们都签了支持函，你后天只要准时出席董事会，法人兼总裁的位置就是你的。好，那后天见。嘿，听到了吧？从后天起，明珠集团就是我顾言琛说了算，他那些小动作不过是想引起我的注意罢了。我就知道你一定有办法。那我们现在去哪儿？回家。回哪个家？当然是顾家别墅。他越是想赶我们走，我们越要住回去。谁让你们进来的？谁准你动我的东西了？言琛说了，旧人就该让给新人。旧的让给新人，你配吗？言琛说了，这家里的东西都该是我们的。都该是你，你配吗？
一件衣服一个玩具，心柔喜欢就给他，这家里什么不是我的？你最近不是陪寻寻在儿童房睡吗？心柔暂时住一下又怎么了？你急什么？害我在所里整整盘问了6个小时，我罚你暂时不能回主卧睡，有什么不对啊？早说了，这里的一切都会是我们的。顾远征，你是不是忘了，这间房子的每一块砖、每一片瓦，写的都是我江西月的名字。我的东西，宁可招我砸了我，也不可能留给小三和白眼狼。江西月，你疯了！你竟然真的敢烧！江西月，这可是我们的家啊！哎呦喂，不能烧啊！我的金条，我的存折，我的房本都在2楼呢。都是你，为了这个狐狸精，把家搞成这样。你说，我平常是怎么教育你的？我让你好好待新月，你这么多年对得起新月吗你？你个逆子！新月呀，妈错了，妈老糊涂了，都是被这个狐狸精给蒙骗了。好，我这就替你教训他。妈，你这是……我让你给我找小三儿，我让你把野种带回家，我让你黑死全家！跪下！赶紧的，给新月跪下道歉认错。新月，你看，我已经替你教训他了。你还不赶紧把他哄好？你是想连累老娘吗？吃玉云的总裁椅子你已经坐稳了，再让那狐狸精煽风点火，咱娘俩全完蛋。老婆，你听我解释。行，既然这样，那我也不瞒你了。我是顾延琛的情人，我们已经在一起5年了，这就是我儿子。你疯了？谁跟你是情人啊？西月，他胡说，我心里只有你啊！你说过，你只要我一个人。我跟你只是逢场作戏，一点感情都没有。延琛，明明是你，是你勾引我，我那晚喝多了，你不就是要钱吗？给你，都给你，拿钱赶紧走。我不要钱，我真正爱的人是你。滚开！我跟你之间只是逢场作戏，真把你自己当回事儿。逢场作戏，顾延琛，是谁说他在床上就像个木头？是我才让你变得像个人。说明珠集团是因为有你才做得成这样，他江雪就是个靠着你养的摆设。你说的每一句话我都信了，你现在跟我说逢场作戏？那你这个野种，马上给我滚！心柔，刚才委屈你了，不演得狠一点，他不会信的。你打得太真了，我的脸比现在还肿着。哎呀，我的性感宝贝儿，再忍一忍吧，都是为了大局。等我儿子拿到了公司，你有什么没有啊？我的大孙子也受委屈了，奶奶回头给你买个大飞机。再忍一忍啊，就2天，等股东大会一结束，公司法人转到我名下，我第一件事就是踹了江西宇，风风光光接你们进门。还是你心疼我，我和陈轩被江雪这样欺负，你可得好好心疼我。明天带你们逛商场，想吃什么买什么，再给陈轩买2套新衣服，行了吧？
也该给你购这件新西装了。后天的股东大会，我们顾总可得风风光光的。张总，已经按您的吩咐拟好了离婚协议。顾延琛净身出户，且需承担1亿元的债务。另外，顾晨轩的 DNA 鉴定结果已经出来了，毫无血缘关系。顾晨轩，你捧在心间的儿子，原来是个笑话。说好，股东大会上一份一份商议。好的。对了，苏心柔的小三，给我找出来，找不出来就给我安排出来。明白。王大姐，爸爸现在是总裁，以后我就是小总裁，我穿的最闪。好，买，我们陈轩说的都对。延琛，你看陈轩眼光多好，这派头以后呀，一定是当继承人的料。我顾延琛的儿子要穿最好的。西月璇璇，我恰好来巡店，这不，打算给璇璇买几件好看的衣服。江小姐，这是您给顾寻小姐定制的春季套装，已经好了，请您过目。女士，抱歉，这件呢是意大利大师手工高定，需要提前预定和测量。您看上的那件钻石西装也是需要提前预定的。预约？你看不起孩子？他想是什么就是什么，轮到你在这摆规矩？你怎么能动手打人呢？打你怎么了？一个臭打工的，有什么资格在这狗眼看人低？这有100万，现在立刻马上把那件衣服给我儿子拿过来。你给我道歉，我要报警。这是雍正官窑的青花瓷，怎么回事？他打碎了8000万的花瓶，还动手打我。女士，请您立刻解释。保安，锁门，报警，控诉故意毁坏巨额财物及人身伤害。在警察到来之前，谁也别想走出这个门。我们可以好好算总账了，合计1亿8千万。这都11点50了。江总说9点半开会，怎么到现在还没露面？是啊，江总向来以守时著称，从不迟到。今天这是怎么了？最关键的，公司法人转移协议都在这儿，就差签字了。他要是不来，这会不会有什么变数？大家稍安勿躁，西月应该在处理什么紧急事务，我们在那先等他一会儿。江西月，你最好别出戏。只要12点钟声敲响，你还不显身，就代表你自动弃票。这怎么回事啊？到时候，这顾氏集团的总裁之位就属于我顾延琛。各位，时间到了。既然江总还未到场，按照公司的章程，我们应该视他为自动弃权。现在，如果大家没有什么异议，我提议即刻通过这份法人转移协议。还有最后10秒，10、9、8、7、6。老婆，你终于来了！你看你，为了家里，为了公司操心，都累瘦了。现在该好好休息。我能为你做的，就是让你毫无后顾之忧。签了吧，为了璇璇，也为了我们能回到从前平静的日子。顾延琛啊，顾延琛，到了这个时候，你还在给我演生气？你真以为我还会吃你这套？好啊，我签。果然不出我所料，他闹了这么大一圈，不过是想引起我注意的，他根本就离不开我。不过，在你成为新任总裁之前，这里还有一份文件，
需要你签名。老婆，你看，你要我签我都签了，现在该你履行承诺了。签了字，以后啊，就让我替你分担。别急啊，老公，我人都在这儿，还能跑了不成？为了庆祝你即将成为明珠集团的新任总裁，我特意准备了一份贺礼。老婆，还是你懂我。西月啊，你永远都是我最好也是唯一的妻子，我永远都不会离开你。是吗？那你可要好好收下这份贺礼。苏心柔，怎么样？这份贺礼喜欢吗？言琛，言琛，你听我解释，是他，这一切都是他设计陷害我，是他给我下药，把我关在那里。言琛，你一定要相信我。你设计的，你早就计划好了。顾总，被人背叛的滋味如何？顾总让我通知您，他已正式当选集团总裁，请您立刻来总裁办公室。他说想第一时间与您分享喜悦，请务必打扮得漂亮一点。好。言琛，是他陷害我！你们看看他现在得意的样子。言琛现在是明珠集团的总裁，你只是一个被抛弃的黄脸婆，有什么资格在这里指手画脚？闭嘴！夏雪，你，顾总，你总裁的位置坐稳了吗？苏心柔，你与其有时间在这里指责我，不如好好想想该怎么解释清楚。我有什么可解释的？我根本就不认识他。我看他就是你不知道从哪里找来的演员。哼！贱人，骗我说今天来明珠集团谈生意，让我在酒店等着，结果却是来勾引顾先生。要不是我敢来，被捉奸的就是你和顾先生。真没想到，顾总平时一副模范丈夫的样子，私下竟然婚内出轨，还把情人带到公司来，成何体统？不行，不能让他拖我下水。总裁的位置还没到手，必须先撇干净。虽然和苏心柔算什么？诸位，请听我解释，我和这位苏小姐只是普通的商业往来，她多次以合作名义接近我，我只是出于礼节才与她接触，绝无私情。今天这场闹剧，完全是她和这个陈先生自导自演，系统污蔑我顾某人格，扰乱董事会。顾言琛，我们在一起5年，你说我们只是商业往来，那我们的孩子呢？言琛，你就算不认我，孩子呢？你连孩子也不要了吗？言琛，这一切都是江轩生的局，我们不要中了他的计，我们不能被他给骗了呀！言琛，我爱的人只有你。只有他一个？那你生的儿子顾晨轩是谁的种？你说什么？轩是谁儿子？是你，言琛，当然是你的了。言琛，我是真的爱你。哼，软饭男，看清楚，你替别人养了5年的儿子。5年，苏心柔，我这5年来，竟然一直替别人养儿子。
完了，全完了！贱货！花着我的钱，用我的钱养男人，还让我替别人养儿子。苏心柔，你当我是什么？顾言琛，你以为你就是什么好东西？和江西月在一起，就是为了他的钱和工资，你能和他结婚吗？说到底，你不就是一个靠着女人上位的软饭男而已，和我有什么区别？好一出狗咬狗啊！顾言琛被至亲至信之人算计，当做垫脚石的滋味，这回旋镖扎的可还痛快？戏到此为止，还请顾先生、苏小姐以及这位陈先生离开明珠大厦，从此以后明珠集团与他们再无瓜葛。保安。江西月，你的下场不会比我好到哪儿去，你等着！苏心柔女士，现正式向你出示逮捕令。你涉及多项刑事犯罪，包括但不限于巨额商业诈骗、伪造金融票证，以及长期恶意介入他人婚姻、破坏家庭关系，数罪并罚，情节相当严重。根据刑法相关规定，你面临的刑期预计将超过50年。50年？不行，言琛救我！我明珠集团会全力配合调查，并提供所有证据。江西月，你不能熬死！我的结局就不劳你操心，你这辈子恐怕是看不到女人。西月，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我猪狗不如，可我也是受害者。你看到了，都是苏心柔，是那个毒妇，她骗了我，她把我当猴耍，我从头到尾都被蒙在鼓里啊！老婆，你看清楚，我才是被她害得最惨的那个。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我求求你，你原谅我这一次，我保证一定会对你好，对学学好。我会用余生弥补你们，让我做什么都可以啊！只要你原谅我，我怎么做都行。顾言琛，你的巴掌和你的承诺一样，太轻太贱。认错就该用这样的力度。不过为了你脏我的手，不值得。既然顾总这么诚心悔过，那我就给在场的各位一个机会，在场诸位每个人都可以上来扇他一记耳光，谁扇得越重，声音越响，价格越高。张助理，准备转账，立刻到账，一个耳光100万起。好的。小西，你不要欺人太甚！一个耳光200万，谁先来？江总说话算话。张助理，准备转账。好的。你别过来，别过来啊！江西月，你够了吗？真的要做的这么绝吗？难道你想寻寻从小就没爸爸吗？爸爸，寻寻唯一的污点就是有你这个爸爸。幸亏我已经跟你离婚了。离婚？净身出户？小西月，你不能这样做！难道想让我和我妈露宿街头吗？不错嘛，顾言琛，
你把自己的退路都想好了。会表人意，你和婆婆睡天桥的时候，我可以暂住一床棉被。哎，顾总啊，不，顾先生，请。1个月的离婚冷静期，我是不会放过你的。你等着，我就算是死，也要拖着你俩母女。顾言琛，你还记得你求婚时的承诺吗？西月，我顾言琛此生绝不背叛你。说我违背誓言，让我倾家荡产，永不得翻身。完了，这辈子完了。不会的，江总，您的婆婆她死了。你说什么？妈，你怎么就这么走了呀？你留下我一个人可怎么办啊，妈！唉，突发心梗，我们已经尽力了。江小姐，请你跟我来一趟，签下死亡证明吧。好啊。哎呀，憋死我了！妈，这想的什么办法啊？假死拖得了一时，拖得了一世啊！他还不是要跟我离婚？你懂什么呀？只要你没正式离婚，他就是我们老顾家的人，他就得给我养老送终。他不是要跟你离婚吗？你跟他要丧葬费，狠狠地敲他一笔，咱们拿着钱就走。谁稀罕他那破公司啊？妈，还是你有主意啊！学着点吧。妈，她真的死了。生死是大事，肯定是真的呀。喜月，妈走了，这送葬的钱，你妈的死活跟我有什么关系？不是。张总，您作为明珠集团的掌权人，有上亿资产，如今婆婆死了，您连让她下葬都不肯吗？江总，听说今天您逼迫顾总离婚，甚至让婆婆和丈夫流落街头，请问您婆婆的死亡是否是受您逼迫？妈可真有本事，气质都给我找好了。江西月，江西月，今天你这钱不出也得出。各位记者朋友们，你们可得为我惨死的妈做主啊！你们不知道，他刚刚罢免我，让我净身出户，我现在一无所有。我妈刚走，我连给她办葬礼的钱都拿不出来，我给她跪下。可她呢？她说我妈的死活跟她没关系，这说的是人话吗？死者为大呀！江小姐，您这也太过分了！不管你和先生之前发生什么事，现在非常时期，你也不能见死不救啊！是啊，江总，好歹是一家人，人都死了，那江小姐连基本的丧葬义务都不愿承担，这也太没良心了。触感温热，此人怎么可能会有这种体验？顾家人为了拿到我的钱，还真是不择手段。那请问这丧葬的费用要多少钱？是墓地费、送葬费，还有灵堂，这些加起来起码得1亿。好啊，我可以给你。张总，这……毕竟我跟我婆婆也相处了10年，我这个做儿媳的为她养老送终也是应该的。徐月，你能这么想，真是太好了。
不过人既然都已经死了，就应该入土为安，立即火化。这样吧，我联系火葬场，今天就办。这是不是有点太着急了，雪？不行，我妈刚走，还没让亲戚们见最后一面呢。还有寻寻，你总得让寻寻见到奶奶最后一面吧？这寻寻可是我妈的亲孙女啊！是啊，江小姐，起码让孙女儿见到奶奶最后一面，尽尽孝吧。是啊，江总，人都死了，也不急于一时吧。我会安排告别仪式的，但死者为大，今天必须办好。妈，你放心，我会打点好一切的。西月，我作为妈的亲儿子，这件事儿还是我来办的最好，你不用操心啊。这1亿的丧葬费，这个你放心，等到妈火化的那一刻，我一定会给你的。那我就放心了，我去办理手续啊。都安排好了吗？江总，全城殡仪馆的负责人表示，只要您说话，他们都听您的。等会儿推进去，假装火化，别真烧。哦，明白。西月，你也看到妈在这儿了，这钱是不是该给了？急什么？火化完成，钱我自然会付。我要亲眼看到火化炉启动。你，江小姐这边请。陈经理，说好了，等会儿火化记得切断电源，只是表面损害工作，按下按钮就好了，别真把我妈活活烧了。好的，顾总，我们一定照做。非要看着点火，妈，你再忍忍。西月，你也看到了，妈就躺在这儿，现在这钱你该给了吧？急什么？妈都还没安息呢，等妈火化了，该给的1分都不会少。怎么，顾总这是不敢让妈进去了？谁不敢？点火！西月，现在该给了吧？我要看到遗体进炉，炉门关闭，焚烧仪式启动。顾总，请问现在继续还是？就差一步了，妈，为了钱，你再忍几秒。继续，推进去！顾叶琛，你真想烧死我吗？这是什么情况？诈尸啊！就是啊，不是说人死了吗？妈，说好，说好，你是说打点好了一切，就是让他们活活烧死我吗？我这不是为了拿到钱吗？等拿到了钱，闭嘴！亲耳听见，是你下的点火的号令，你是不是想独吞那1个亿的丧葬钱，然后远走高飞？顾夫人，您不是死了吗？请问怎么又会死而复生呢？顾先生，您母亲刚刚提到了1亿丧葬费，这场葬礼是不是你们母子俩为了骗取江女士财产而自导自演的骗局呢？
不是，误会，听我解释啊，听我解释。那你收买医生的监控录像，难道也是误会吗？这太过分了！这对白眼狼母子为了钱，连假死都做得出来。就是，什么三藏非要1亿元呀？这不是明摆着吃绝户吗？我们要曝光这种恶劣行径，绝不能让他们母子俩得逞。别拍了，别拍了，这是隐私，你们这是侵犯隐私。你们收买医生、篡改病历、诈骗钱财，你们的行为已经触犯到了我国的法律，你们就等着坐牢吧。喜悦，你不能这么做。我要是坐牢，我这辈子就全完了。这主意都是我妈出的，是她逼我的，跟我完全没有关系。你说什么？你个畜生！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我要不是为了你，我怎么会想出假死这种办法？事到如今，你竟然责怪你妈妈，你是想气死我吗？要不是你，非要什么男孙，我能出轨吗？我要是不出轨，我们能落到这个下场吗？喜悦，你刚刚也听到了吧？千错万错，都是我妈的错。我还年轻，我不能坐牢。反正我妈年纪大了啊，这牢要做就让她去做。我是群群的爸爸，要是让我坐牢，群群长大了以后该怎么想啊？你滚开！喜悦，我是妈的好儿媳妇，妈最疼欣欣了。我从来没有要过什么孙子，都是他自己出轨，把别人的肚子都搞大了。你看，喜悦，妈年纪大了，坐牢就是要我的命啊！你忍心把我往火坑里推？月月呀，咱们是一家人，我可是欣欣的亲奶奶呀！你不能这么狠心的做呀！奶奶、爸爸，你们没资格，也不配当寻寻的亲人。给我看清楚，我和寻寻已经和你们顾家没有关系了。这不算，我签这合同的时候我是不知情的。你知情与否和我无关，我已经跟你们顾家没有任何关系，而你们造的孽，就让你们用余生来偿还吧。让一让，顾先生，您和您的母亲涉嫌贿赂罪、诈骗罪，请跟我们走一趟吧。喜悦，我真的知道错了，你就原谅我吧，喜悦。走吧，啊。多行必自毙。张欣，你这辈子终于为自己活一次了。江总，时间差不多了，寻寻小姐该放学了。走，去接寻寻放学。喂，这都没扫干净，眼睛长哪去了？还想不想干了？干不好就滚蛋，后边排队等着这岗位的人多的是。是，对不起，我马上扫干净，千万别赶我们走。切！妈，你在干什么呀？没什么，一些无关紧要的事罢了。妈，
我这次又考了全班第一，有没有什么奖励呀？那妈妈带寻寻去吃大餐，好不好？嗯。